好，那为什么以前的高雄夸张哦？这个以前也没有很以前哦，不是什么我们爸妈小时候，而是大概就2010到2016这段时间，10年前。那时候我比较没有钱哦，但有一间房子我印象深刻哦，数字我就不讲了。总之，它就是每个月的租金，租客的租金是可以直接冲掉我的本金加利息，夸张哦。换句话说，除了银行利息哦是租客帮我出掉以外，甚至每个月哦我要还给银行的本金也是租客帮我付掉。这个贷款等一下再讲，甚至我剩下还有钱可以去缴那个大楼管理费。我把管理费缴完，我还剩500多块，我记得哦，就蛮扯的。然后高雄那时候遍地都长这样哦，我还以为这很正常哦。现在回头看，黄金时代，对不对？你看这种东西，除了冲掉利息以外，他连本金一起都帮你还给银行了。这种东西就是怎样？就是房地产界我们在讲的财富永动机。永动机，你买一间房子只出了头期款，以后每个月的贷款、本金、连利息、连管理费都是租客帮你出掉哦，所以你持有起来会怎样？毫无压力，就可以放很久很久。高雄物件自产怎么选？哪区最稳？哪种物件最好管哦？先说结论，高雄自产出租的房子推荐：第一，首选三房；第二，尽量找工程师想租的地区。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谁适合当可套收租的房东，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高雄自产收租该怎么选哦。这次我们来聊，如果你是要在高雄自产收租，那你要买哪个地区？哦，那一样我会讲我比较熟的地方，好，不熟的我就不讲，什么内门、那马夏那个我就不熟。好，那另外我们讲的是通例哈，不要说什么，可是你旁边百货隔套明明很好租，那没什么好讨论的哈。来，第一个鼓山区哈，鼓山区现在它当然有旧跟新，因为美术馆特区是包在鼓山区的门牌里头。那鼓山区是现在高雄的高级住宅区，可以视为高雄天龙国这样大安区啦。那尤其是美术馆特区跟龙16，吸引了不少高薪族跟中高端的租客。那个地方生活机能完善，美术馆、公园设施，美术馆它自己的就很大一片了。然后那个凹子底那边还有那个凹子底森林公园，很多夜跑嘛，真的这很多那个夜跑或遛狗，反正我去看哇，好多哦，就穿那个很紧身瑜伽裤，然后身材很好的正妹在那边跑这样。好，很适合家庭的租客。那边的两房套房也是蛮多，反正那边房子不愁租就对了，只要你住进 OK，然后你那看起来不要太奇怪都没问题。那出租的话，三房比较受欢迎哦，而且那个地方的租金相对较高，那就适合那个追求稳定哦收租的投资者。第二个三民区哈，讲三民区是因为高雄人口最多就三民哦，第二个是凤山。那三民区是高雄人口传统区啊，它的人口就是很密集，那拥有非常完善的生活机能、交通便利性哦，那也近高医科公馆等等，学生啊、医疗业者啊、好年轻租客，反正那边就是人口大区就对了，所以自然就是租屋哦买卖的需求本来就很旺。那你要出租的话，找套房隔套的哦，或者是两房，这种需求也蛮高的。然后当地的租金是比较低哦，应该这样讲，就比较亲民。然后你要知道还有哪里适合出租哦，那再来就南子啊、左营啊，哦，南子你也知道，台积电设厂跟相关产业链发展，未来会有非常大量的科技新贵跟相关产业从业人员进驻。那出租的话，两房、三房比较受欢迎哦，那也适合科技业的租客或家庭。那当地的租金一定会被拉高非常的多。而且那边本来就是科技业的员工偏多，所以收租也会相当稳定。至少他的薪水来源都是大厂，不是什么八大或养生按摩馆。那左营哦，左营区是高雄的交通枢纽，高铁、捷运多条公车路线，交通便利。那学区跟商圈林立，所以会吸引到很多家庭型的租客跟通勤族。那两房、三房需求比较高，当地的租金就是正常的水平，都会蛮稳定的。我还是讲个数字好了，就是说你当地一间中古三房，你大概2万块租得到，2万，这很不错吧？对啊，你台北新北你怎么用这个租金去租到一个可能是正三房，还有平车又电梯大楼？好，那最后是前镇哈，前镇一样，前镇很大，什么五甲那边，它那边通通都还算前镇的范围哈。但我们特别就是讲说新湾区，新湾区那边反正就临近三多商圈捷运站，那老房子也有，豪宅案也有哦。现在有非常多的豪宅案，然后各 AI 大厂也都宣布要进驻亚洲新湾区，未来会成为台湾 AI 的重镇。换句话说，那边未来的租金会爬升的很夸张哦，出租的话会非常不错。我们在那边都能很明显的感受到租金现在是拉得动的状态了，因为当地除了一堆工程师以外，还会有大量外派来的台湾的主管哦，高阶主管，所以你是高级住宅，他们更喜欢，真的。
那个外商日商他们在租就是要有管理，你不要说就是一个我们台湾人很常见的中古电梯大楼，他们不要他们就要有管理，很贵很贵的那种那就是楼下有柜台然后柜台都穿西装然后都还能帮你订车，还能跟住饭店差不多，酒店式公寓，所以在那个地方租金高也不用太担心。那一般住宅就不用讲，未来都会是不够租的状态租金势必会被拉高，因为僧多粥少，这东西是这样，就你盖房的速度一定是远远慢于说人口进的速度。比方说台积电宣布进场那直接就要进去，好，直接就要进去，这是好几千人，在1年之内通通进去，那你能够在1年之内直接都盖好好几千户的新房子吗？这没办法所以势必会出现那个外溢拉高这样。最后你要知道高雄自产推荐哪种房子，我们就来聊。如果你要自产高雄，而且是外县市，你要跑来自产的话，那都不想要舟车劳顿，一直处理租客的事，那你要买什么房子？先说结论，买出租的房子，我必然是推荐3房平车，因为3房就是一个最有机会让你放生出租的房子，2房没有不行，只是2房可能是2个女生来住或是有些居家工作者那他们会租2房，另一间来工作，这样变成你要花时间来筛选租客。那我刚才讲的这2种租客又有可能会短租，就是2房租大概2年就搬走这样。我看了看还是最省事省事中的省事我们不讲透天我们先讲就大楼的话就3房，3房最省事。3房如果要搬就是要换屋了，不然就是工作调动那种人生大事考虑学区等等人生课题。那2房就不一定，很多都是就想搬就搬，它代价很轻。套房更不用讲大概租约都给你打1年，还问你可不可以再短一点。那出租要买哪一区的房子，这个就很在地了。如果你买的是当地的蛋黄地段，那都会很好租所以我也真的不好推荐你地区但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个逻辑你参考看看，你就找工程师多的地方因为工程师是最好的租客，他有事情他都会自己解决，毛又少这样反正工程师就不喜欢跟房东沟通讲话，什么事情能处理自己处理这样。这个我之前拍片也讲过嘛，就是一个很情绪稳定的，我不会讲就这样工程师租客有租过工程师的都体会过工程师的好。那亚湾跟楠梓未来会有最多的工程师在这里上班，左营也行因为左营更靠近市区，然后去厂区也还好，蛮近的。那其他地方也会有例如鼓山区的汉神三馆附近这个地方我为什么说会有，是因为工程师的家人想住，就未来的富邦奥子里汉神三馆他老婆会想要住那里因为工程师可以开车、骑车、搭捷运去上班都行，所以也会外溢到这边来。高雄台积电很特别它特别在它不是一个遗世而独立的一个厂区，它是就可以搭捷运上下班的所以对整个高雄市区的房地产的租金发展都会有很热烈的反应，它就可以搭租金也不是说只有那边偏远到不行的地方，像南科那附近的房子租金才会很高很高，不会，它搭个捷运30分钟已经跑来南高雄了，所以这附近的房子通通都可以。那我做个总结高雄自产最推荐的是哪种房子我最推荐3房电梯大楼、平面车位的这种。那或是你要公寓也可以第二个是对象的话就工程师工程师，如果你找的房子符合这2大属性，结果应该都是大差不差的。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50%是自住换屋那50%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50%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50%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
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哦，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啊，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说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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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就是说租金这东西，租金是一间房子的生产能力就是你的房子除了卖掉赚钱，然后转增贷干嘛去买股票干嘛之外，它要单靠房子自己就赚出钱来，只剩租金大概就是租金，其他都是消耗的项目，像是房屋税、地价税、管理费啥，这都扣钱，只有租金是加钱的项目，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房子自己的收入来源，就租金。那市场中有一种说法，我觉得很有道理、很有趣分享给你，就是说一间房子的合理房价是落在一个你全年租金刚好等于银行贷款的利息，等于是你租客帮你付掉了你去跟银行贷款的那个利息成本的利息成本就是你租客付掉，那等于是你无痛无成本从银行拿到800、1000万的贷款，那你自己负担你自己本金的部分，那利息那笔钱的成本都是由租客去帮你付掉。可是房子以后的增值算谁的？租客有份没有？是算你的。以一间月租2万块的房子来讲，如果是走2.5%的房贷利率跟贷款1000万的话注意这个贷款20年跟30年数字利息的数字是差不多，当然贷款很多变化球，什么本息平均摊还、本利平均摊还、到期还本等等有没的，那都是你有加减再还本金，影响到后面利息的计算。那我们单纯以看利息来看，20年、30年利息是一致的，反正它就是2.5%贷款，然后1000万这样，那一个月大概都落在20833元。我是2.5%1000万，利息钱是每个月20833元。那也就是说，你买一间贷款1000万的房子，你至少要怎样？要租到20833元，这样就可以实现前面你说的，你跟银行借钱买房子，可是利息是人家帮你付可是房子最后卖掉涨了，都是算你的，就这样。但到目前为止，高总价的房子已经没有这种生产力了。像台北市、新北市的房子，你即使买到5000万的房子，你贷款4000万，你租金也是收不到9万，所以台北市房地产战斗力偏弱。但离开台北，像我现在所在的高雄都还可以，到处都可以。你要打平利息，是都还做得到。只要你愿意花点钱去装点你的房子，去拉高租金，都还能实现这个效果。你不要怎么去看废墟买来废墟要出租，你就说无法打平，不是，你要把它弄好弄漂亮嘛，去做拉高租金的动作。即使是现在也就是房价已经大涨好几波以后，还是有这个效果。我想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台北人的钱会跑来高雄买的原因，同时也说明了台湾的租金普遍还是太低了上涨还是很有空间。你现在可以检查一下你的房子，你就用这种算法，你看你每个月贷款多少钱，每个月利息多少钱，那你收的租金有没有打平，甚至远超过这个贷款的利息？如果有，恭喜你你手上的房子会帮你带来7位数甚至8位数的财富。那房地产的操作上，
就是说你已经买到生产力强的房子，未来增值可期。你手上的房子是一张远超过及格线的成绩单，如果没有，那你就要看你是不是租客退租以后，你花点小钱去整理化妆来拉高租金，来实现这个跟银行借钱，可是利息是别人帮你付的效果。我说这个好像很邪恶，但这就是现代金融社会给你的合法操作权限。毕竟租金在台湾就没有公定价，你要出租一间套房，月租金100万，你也没有违法哦，你只是租不出去而已。你可以说我要租这间房子，然后这间房子里头我藏了多少钱的黄金，然后你只要挖得出来那个黄金给你之类的。你可以搞这种花招，在目前为止都还是合法，你只是租不出去而已哦。然后最后就降到多少租得出去就租，这个就是市场的共识，就是那个市场中看不见的手，就这样。好，那为什么以前的高雄夸张哦？这个以前也没有很以前哦，不是什么我们爸妈小时候，而是大概就2010到2016这段时间，10年前。那时候我比较没有钱哦，但有一间房子我印象深刻哦，数字我就不讲了。总之，它就是每个月的租金，租客的租金是可以直接冲掉我的本金加利息，夸张哦。换句话说，除了银行利息是租客帮我出掉以外，甚至每个月我要还给银行的本金也是租客帮我付掉。这个贷款等一下再讲，甚至我剩下还有钱可以去缴那个大楼管理费，我把管理费缴完，我还剩500多块，我记得就蛮扯的。然后高雄那时候遍地都长这样我还以为这很正常现在回头看黄金时代，对不对？你看这种东西，除了冲掉利息以外，他连本金一起都帮你还给银行了。这种东西就是怎样？就是房地产界我们在讲的财富永动机。永动机，你买一间房子，只出了头期款，以后每个月的贷款、本金、连利息、连管理费都是租客帮你出掉所以你持有起来会怎样？毫无压力。就可以放很久很久。那这种房子经过这10年来的大涨都被吃干抹净了可以这样讲。我那间还不是隔套，就是正三房没车位，还没车位这样也行，你不觉得很扯吗？在看这支影片的高雄人如果你是有一定的年纪，你都会有印象为什么？因为以前我听高雄老人讲的，以前高雄就要买不如租，因为买房子就是一直叠加还贷款要干嘛那现在的高雄已经又回到了这个租不如买的阶段，不止房价，连租金都上涨很多了。那讲这是要干嘛讲这是要说，如果你现在在市场中居然还被你发现，你贷款到80%以后，你这个还是财富永动机，本金加利息都租客出去，那你就吃了吧，因为很难得了。前提是你要确定好租。那当然，你现在买的第二屋很可能就是财富永动机，因为第二屋现在限制贷款50%，第三屋就不用讲了，每一间几乎都是财富永动机就可以放很久很久的那种。你有空就算一下你手上的房子，看看是不是属于财富永动机。人家给你的租金冲掉你的本金加利息，如果是的话，恭喜你；如果不是的话，不是就不是。那以现在的房价跟利率来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